嗨，我是小迷。前阵子我的朋友来大阪找我玩，他告诉我在濑户内海那一带有一间古民宅改建的青年旅馆，像书店一样漂亮。我听完之后就决定安排一趟濑户内海的小旅行，亲自去看一看。这间民宿的一楼是摆满旧书的客厅、厨房，还有浴室；二楼则是大家一起睡觉的空间。整栋是典型的日式老房子，让我想到《龙猫》里小梅一家人住的那种感觉会出现灰尘精灵的家。虽然建筑本身很有年代感，但是这里的人把每个角落都打扫得非常干净，住起来很舒服。这间民宿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厕所，真的好可爱。民宿旁边就是渔野港口，可以搭船去到濑户内海的直岛。我在前往港口的路上，突然的闻到一股咖啡香，就忍不住停下来，决定先进去买一杯咖啡。濑户内海艺术季，喝完咖啡后，我便上了邮轮前往直岛。这艘邮轮非常大，有一楼室内的座位跟二楼的开放区域。我是属于非常容易晕船晕车的体质，但是这边完全没有晕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刚下船到了南欧西妈直岛，前面就是那个最有名的南瓜。2025年的濑户内海艺术季很有名嘛，可是现在艺术季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人就好像没有那么多。然后这次我完全没有做功课，本来我只是想要去那间民宿，然后我也没有想说要来濑户内海。但是想说，既然我都已经到了渔野站，搭个船就到了，那我应该来这里走一走。可能等一下去租一个脚踏车，然后就一边骑脚踏车一边逛逛，看一下这个岛上的风景。然后如果有看到不错的店，就进去走一走。走吧，我们先去跟那个南瓜合照。
can change the strings of it. Low, Okay. two different speeds, and black one is just light. Light. Other than this controller, just a normal bike. Okay. Brakes and 3-speed gears. 租脚踏车的店员跟我说，在转角处就有2间咖啡店。他说这2间都有整个岛上最好喝的咖啡，也不告诉我哪一间比较好喝，所以我就骑过去，随意的选了一间。はい。突然下雨，而且有点大。我现在，要赶快找一间咖啡厅进去。可是不知道咖啡厅在哪里。等一下。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在别人的家门口，怎么办？这雨很大哎。这是一间很温馨的小咖啡店，只有3桌的位子跟小小的吧台，采光很好，看出去就是海。
哇，出发！现在终于雨过天晴了，往下一站前进，大概要骑个10分钟左右吧。想要去看那个黄色的南瓜，啊，吃超饱。其实我在大阪准备出发去濑户内海之前，我是有一点懒得出门的，觉得心情有点浮躁，待在家里休息会比较舒服。但真的来到这里之后，就觉得还好我有来。当我踏上这个小岛，骑着脚踏车，一边看海吹吹风，我突然就很想要大叫。反正旁边也没有人嘛，所以我就一边骑车一边叫，好像所有的负能量就这样被吹散了，觉得心情很舒畅。自己有听到海的声音吗？你去旅行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大部分旅行的时间都花在移动上呢？比方说搭很久的飞机到另一个国家，又要坐很久的电车才能去到一个景点。有时候我在一个景点可能待2个小时，但是却花了3个小时在移动。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，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追逐目标的路上，真正达成目标，享受那种达到的感觉，往往都是很短暂的。然后我们就会再去追求下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追求目标的这条漫长的路上娱乐自己。鱼野是一个很乡下的小地方，附近的餐厅选择很少。那这间大阪屋的评价很好，外面排了很多人，但还好我去得早，所以很快的就轮到我了。
그리고 말하고 싶다 지금도 난 아무런 의미에 내게 돌아보라는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算是文化差异吗？就是在日本的餐厅，即便是很小的店，也不太会跟其他人并桌。这间店只有几张4人桌，但即便我是一个人，店员也会让我一个人坐在4人桌。我在吃饭的时候啊，后面有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人来吃饭，外面很冷，店员就请他坐在里面等。我就看着他坐在那里，然后看着我这一桌还有3个空位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邀请他一起坐呢？这样他就不用等了。我觉得日本真的是很注重每一个人的私人空间，对他们来说，不打扰是一种体贴。